奶娘，你觉得苏家下一个会在哪里动手？不管在哪里动手，记住，不要慌。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你在朝堂上多听多看，少说话，不给他们留把柄。他们找不到你的漏洞，就只能等。等得越久就越急，人一急就容易出错。那他们出错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是，所以不急，慢慢来。娘娘，朝堂上的布局差不多了。皇上最近虽然开始关注那个小畜生，但也只是关注而已。他的根基太浅，一个奶娘养大的孩子，能有多大出息？我等不了那么久，皇上这是在打我的脸！如果不趁早拔了那个贱婢，等那个小畜生成了气候，死的就不是那个贱婢，而是我们苏家！我现在就要让他死！陈朱漆，今时不同往日。现在六皇子入了皇上的眼，你明着动他，只会惹火烧身。再等等，等我们的人把兵权、财权都拿到手，到时候要收拾他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皇上的关注是双刃剑，苏家绝不会坐以待毙。我不知道还能护他多久，但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得给他腾出一条血路来。恒儿在宫学里稳居第一，陈太傅看重，兄弟们也亲近。这日子，表面上看，真是挑不出一点毛病。院子里的人手脚麻利，日子太平，但这平静能维持多久，谁也说不准。苏贵妃最近太安静了。苏贵妃连一个曾跟我有过节的嬷嬷都不放过，她这是在织一张大网。而皇上身体在变差，皇上若是不在了，换了新皇，苏家的势力必定遮天蔽日。我和憨儿还有活路吗？储秀宫那边不用刻意去打探，但只要有生面孔进出，或者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，立刻告诉我。嬷嬷放心，小的明白。刚穿来的时候，一个人跌跌撞撞，被断粮，被当成妖孽。现在小村子靠得住，陈公公暗中提点，陈太傅护着恒儿，从孤军奋战到有了盟友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奶娘，你还没睡？这就睡了。你别看太晚，小心伤了眼睛。知道了，再看2夜就睡。皇上多日抱恙，朝堂上关于太子和三皇子的议论已经压不住了。在这宫里，没有母族，没有靠山，就算再有本事，也没人看得见。但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恒儿
会让所有人都看见。攻克第一有什么用？骑射第一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没娘养的野种！奶娘教过，嘴上赢了不算赢，跟人争口舌，不如让他的拳头打在棉花上。张嬷嬷，您拿好，1分不少。拿着刀子的人能看出想干什么，但一个学会隐藏情绪的贵妃，比以前暴跳如雷时可怕100倍。皇上的身体撑不住了，朝堂上为了立太子的事吵翻了天，唯独没有人会把一个奶娘养大的6皇子放在眼里。一晃7年了，那个世界的儿子和儿媳还在超市上班吗？我那个亲孙子现在个头应该跟憨儿差不多高了吧？储秀宫的灯火再亮，里头全是算计。这盏孤灯再暗，也是我在这世上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奶娘，外头冷，别坐太久了。知道了，你也别看太晚。恒儿，朝堂上都在争，你就不想争一争？奶娘教过我，先站稳再迈步。我现在还小，急什么？皇上的身体撑不了多久，等天变的那一天，光靠4书5经斗不过苏家那张网。我得教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用我带来的这个世界的知识。生日要吃甜的，1年到头都甜。奶娘也吃。憨儿，这是奶娘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奶娘，这是你画的？憨儿，你看，北边是草原。游牧民族冬天冷，牛羊没吃的，不抢就得饿死。咱们在北边修长城，驻重兵，不是想打他们，是为了挡住他们。东边靠海，隔得远，没危险，适合做买卖，把丝绸、茶叶卖出去换东西。买卖做好了，百姓日子就好过。西边呢？西边高原沙漠，路难走，但有好马，修好路，东西就能流通。南边林子密，瘴气重，但气候暖。要是开荒种地，大齐的粮食就不愁了。奶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
奶娘以前在老家见过一个走南闯北的货郎，他讲的。奶娘记性好，都记住了。奶娘，那要是一个皇帝，能把这几件事都做好了，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？是，不打仗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孩子能读书，老人能养老，这就是好日子。奶娘，我以后要是，我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张嬷嬷，这是你画的？怎么了？嬷嬷，这东西可不能让人看见，撕毁天下疆域图，这是死罪。要是被告上去，您和六皇子都得没命。我知道，看完了就收起来，绝不外露。奶娘放心，这幅图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。恒儿的眼界已经飞出这堵墙了，但外面的路上藏着多少把刀？苏家的刀，朝堂的刀，这双手打开了他的眼界，也把我们推到了死门关前。孩子已经看见了外面的世界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前面就是刀山火海，老娘也得陪他闯过去。六弟，你那奶娘是不是又在屋里给你绣花鞋呢？一个奶娘养大的，也配来演武场？三哥，你说我可以，别说我奶娘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那个奶娘是什么好东西？一个乡下来的粗鄙妇人，大字不识几个。三哥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别在背后说人。有本事你跟我比一场。骑射、兵法、攻克，你挑。你要是输了，以后就别再说我奶娘半个字。比就比，3场，骑术、射箭、兵法，谁先输2场，谁认栽。行。六弟，认不认？还有2场。还有最后1场，兵法，你敢不敢比？有何不敢？假设你2人各领一。
子想的是怎么打，六皇子想的是粮草不足时的全局。打仗更要看谁能撑最后。陈太夫说，六皇子的兵法思路不像是死背书本，更像是自己想通了里面的道理。他像谁呢？真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没有这样的见识。老奴斗胆，六皇子像陛下年轻的时候。听说你赢了，三皇子输了不服气，回去肯定要跟苏贵妃闹，这几天小心点儿。奶娘放心，我知道。恒儿，你今天做得对。他说你什么都可以，但他说到奶娘的时候，你站出来，奶娘很高兴。奶娘，谁都不能说你不好，谁说你不好，我就跟谁急。张嬷嬷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苏太师带着20多个官员联名上书，逼着皇上立三皇子为太子。皇上没答应也没拒绝，只说再想想，就退朝了。现在储秀宫那边，去贺喜的人都快把门槛踩破了。知道了。苏家准备了这么久，早晚有这一天。皇上能顶住一次，顶不住第二次。苏家这是在摊牌。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一旦苏贵妃的儿子当了太子，我和恒儿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奶娘，朝堂上的事我知道了。你怕不怕？有一点，但也不全是怕。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奶娘，太子可以不当，但我得有力量保护你，保护我在乎的人。如果连你都保护不了，当太子又有什么用？好，奶娘信你。陈公公，传旨，命六皇子萧寒，明日起，每日到御书房听政。皇上圣明。皇上这是要把寒儿推到台前当挡箭牌。11岁听政，大器从来没有过。从明天起，他就要踏进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了。恒儿，明天去御书房听政，记住3点。奶娘请讲。第一，多看少说，头几天别急着开口，先看明白朝堂上的形势，谁跟谁是一伙的，谁说话管用。第二，不懂的不要装懂，回来问奶娘或者问陈太傅，不要怕丢脸。第三，不管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在御书房里失态。有人会故意说难听的话激你，你只要面不改色，他们就没招了。奶娘，我都记住了。
了一早上，有些能听懂，有些听不懂。但我看明白了一些事，户部和兵部的人说话是不对的。有个老御史说话直，但没人接他的话茬。兵部的人底气最足。朝堂上的事比书本里复杂。从今天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这只蜀鹰终于要自己去搏击风浪了。好了，整整齐齐的了，去吧。奶娘，你别弄了。苏太师今天告假回来了，但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，连兵部要钱的事都没插嘴，这不对劲。以前他什么事都要管，今天太安静了。六皇子，请留步。太师有何赐教？六皇子这几天在御书房听政，可有什么心得？太师，我才来了几天，很多东西都听不懂，不敢说什么心得，就是觉得朝堂上的事比我想的复杂得多。六皇子谦虚了，老夫听说你在宫学里读书最好，连陈太傅都赞不绝口。怎么到了御书房，反而说听不懂了？读书和理政是两回事，读书只要记住就行了，理政要明白里面的门道。我才11岁，连门都还没摸到，哪敢说什么心得？六皇子年纪既虽小，见识倒是不浅。好，好。他最后那2个好字不是夸我，是带着刀子的。六皇子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太师，他不过是一个11岁的孩子。11岁，你们是没看到他今天在广场上的样子，站在那里不慌不忙。老夫问他的话，他答得滴水不漏，既不懦弱也不张扬，这是一个11岁的孩子能干出来的事。旁边还有几个官员没走，站在不远处。那他是故意的，他想让你当着别人的面说错话。你要是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，消息马上就会传出去。你答得好，他才不高兴。那个奶娘有问题，一个乡下来的妇人能教出这样的孩子，我不信，这里面肯定有文章。老三那边的事先放一放，六皇子才是真正的威胁，得在他真正成气候之前，给他设一道跨不过去的坎。你以后在御书房，不光要听皇帝和大臣们说什么，还要看谁在看你，谁在打量你，谁在跟旁边的人交换眼神。朝堂上最危险的，往往是那些你没注意到的小动作。恒儿，喝碗汤，别看了。奶娘，你觉得苏家下一个会在哪里动手？不管在哪里动手，记住，不要慌。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你在朝堂上多听多看，少说话，不给他们留把柄。他们找不到你的漏洞，就只能等。等得越久就越急，人一急就容易出错。那他们出错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是，所以不急，慢慢来。皇上，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但北境军粮运输损耗连年增加，
到了将士手里竟少了一半，中间必定有人中饱私囊。臣恳请皇上派一位皇子亲自前往北境督察军粮，以安军心，以正国法。这是一个死局。去了，查出问题得罪苏家，查不出来就是我昏庸无能。北境路途遥远，天寒地冻，一个孩子去不合适。六皇子才11岁，从未出过远门。北境风沙大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父皇今天挡了一把，但那句容后再议没有把话说死。朝臣们都看出来了，苏家不会罢休，我成了随时会被推出去的弃子。奶娘，父皇今天是帮我挡了，但苏太师准备的这么周全，他迟早会把这件事再提出来。恒儿，你刚才说去了查出问题得罪人，查不出来是无能，你看出了这2层陷阱，有进步，但你漏了最要命的一层。还有什么？北境路远，一走就是1个月，这一路上山匪路霸，马失前蹄，水土不服，随便一个意外就能让你回不来。所以你父皇今天把你摘出来，是走运。但你记住，永远不要顺着对手的歧路走。苏太师逼你在去和不去之间选，这是左和右。你父皇说你年纪小，这是他没想到的第3条路。以后苏家再出招，逼你选的时候，你就跳出他的棋盘，找他看不见的第3条路。破局。奶娘，你在算账？算算咱们手里的本钱。父皇和太傅我懂，但奶娘把百姓当成了筹码，民为贵，原来不是书上的空话，是可以握在手里的刀。苏家的优势是几十年的兵权和后宫，我们的优势只有皇上那点儿不知能撑多久的偏心。时间不多了。苏家的棋盘已经铺开了，我的棋子也该落子了。张嬷嬷，出大事了！皇上今天早朝，坐在龙椅上直接晕过去了。太医院全去了，说是操劳过度，开了一堆人参鹿茸的大补药。现在皇上昏睡不醒，苏贵妃把其他娘娘全挡在外面，趁机把后宫的全都揽过去了。头晕、昏睡、气血两虚，还要大补，这症状分明是高血压、脑供血不足。现代社会80岁老太太都知道，这种病越吃人参鹿茸，血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太医院的方向完全反了。皇上要是没了，苏家一旦掌权，咱们这院子里的人全得死。陈公公，奴婢有几句话关乎皇上的病。
说。奴婢没学过医，但在老家见过跟皇上症状一模一样的人，也是头晕嗜睡，家里人大补特补，结果越补越严重。那种病绝对不能大补。你是说太医院的方向错了？奴婢不敢非议太医院，但皇上吃了2天的补药，不但没醒，反而更重了，这是事实。公公，再这么补下去，恐怕……你说的老家方子有具体的东西吗？减去人参鹿茸，加治头风的平补之药，比如天麻。咱家试试。天麻吃不死人，但如果我判断错了，皇上没挺过来，我和恒儿就是死路一条。张嬷嬷，皇上醒了。陈公公传话，皇上早上自己坐起来喝了半碗粥。太医院说脉象稳了。张嬷嬷，皇上今天问咱家，药方是谁让改的？咱家没说。张嬷嬷，你跟咱家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普通的奶娘不可能有这样的胆识和手段。陈公公抬举了，奴婢就是一个奶娘，只是在乡下见过的病人多了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暴露了底牌，但也换来了一个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死忠盟友。只要皇上活着，苏家就不敢明着动刀子。张嬷嬷，皇上口谕，宣您去请功回话。陈公公跟朕说了，药方的事是你提醒的。回皇上，奴婢不敢说是提醒，就是把自己在乡下见过的土法子说了出来。是陈公公拿的主意。你倒是会推，不过陈公公能听你的，说明你说的有理。朕叫你来，不是要治你的罪，朕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的人？你懂的东西不像是个普通妇人。陈公公说你连字都认识不少，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子是怎么识字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是保定府人，小时候家里穷，被卖到了大户人家做丫鬟，跟着少爷小姐们识了些字。后来家里遭了变故，这才进了宫。六皇子学写字的时候，奴婢在旁边看着，又跟着学了一些。不管你是哪里人，你对朕和六皇子有恩，朕记着。从今天起，你可以随时出入御书房，不必通传。去吧，好好照顾六皇子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随时出入御书房，这是天大的恩典，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。皇上根本没信我的鬼话，他只是选择留着我这把刀。查无此人，保定府根本没有张贵芬这号人，宫里的记录也是糊涂账。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在宫里待了这么多年，还养着一个皇子。兄长，这样的人留的吗？留不得，但他现在有皇上护着，连御书房都能随时进出，不好直接动他。那就等，皇上不可能护他一辈子，他现在走得越高，将来摔得越重。来历不明的人养大的皇子，谁知道会不会学坏？只要有人拿他的来历做文章，不用我们出手，自然会有人替我们把它撕成碎片。皇上给了我恩典，我的嫡系肯定会被人翻个底朝天。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根的人，一旦被揭穿，连带着恒儿也会变成朝堂上的把柄。恒儿，奶娘问你件事。奶娘你说。如果有一天
有人拿奶娘的来历说事，说不知道奶娘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个来历不明的危险人物。你会怎么做？奶娘就是奶娘，不管是从哪里来的。你养我长大，教我做人，你就是我的亲人，别人说什么都没用。还是恒儿会疼人。张嬷嬷，苏家在查你，他们查得很细，顺天府、保定府全翻了一遍，到处在问有没有一个叫张贵芬的妇人，连宫里当初登记你入宫的记录都查了，不像是随便问问。这一天还是来了，皇上给了我特权，苏家终于盯上了我的死穴。我在这世上连个假户籍都没有，就像一阵风，只要苏家伸手一推，我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。苏家查户籍的事儿，咱家找了顺天府的人，把册子压了压，让他们一时半会儿翻不到。但这只能拖几天。苏家要查的人还没查不到呢。张嬷嬷，你跟咱家交个底，你的来历到底有没有问题？陈公公，如果我说没问题，你信吗？咱家信你，但光咱家信你没有用，你得想办法把这窟窿堵上，不然迟早是个要命的麻烦。多谢公公提点。奶娘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奶娘就是干活有点累了。奶娘，你每次遇到难处都跟我说没事，但每次都在骗我。恒儿，奶娘，我长大了，我不是3岁的时候了。你要是遇到难处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能帮不上大忙，但至少我能帮你分担一点。奶娘没事，就是有些事情要想一想，想明白了就好了。你好好读书，别担心奶娘。找人做假户籍，我根本不认识外面的人，找人冒充家人，没人信得过。如果我被当成细作赶出宫，恒儿一个人在这吃人的后宫里，就是死路一条，不能跑。我得让一个不存在的人变得存在。这封信的落款是一个不存在的保定府远房亲戚，信里写当年家里穷，把女儿卖给了人贩子，这些年一直想找但找不到。在这个没有指纹鉴定的年代，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就是证据，只要皇上愿意相信，它就是铁证。我不需要骗过苏家，我只需要给皇上一个保我的台阶。说实话，奶娘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殿下，张嬷嬷不让说。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去问苏家的人。殿下别！苏家在查张嬷嬷的户籍，查到的她没有来历，正准备拿这个做文章，要置嬷嬷于死地。殿下，你去哪儿？御书房。有什么事？父皇，儿臣想求您一件事，想请您下旨，正式敕封奶娘为儿臣的父母。为什么突然提这个？不突然，儿臣想了很久了。奶娘从儿臣3岁起照顾儿臣，生病时整夜守着，被人欺负时挡在前面，儿臣能有今天，都是奶娘的功劳。但她在宫里没有任何名分，连正式品级都没有，儿臣觉得这不公平。你奶娘出什么事了？父皇，奶娘对儿臣很重要。以前那个躲在角落里发抖的小孩，
现在会为了维护自己在意的人，敢站到朕面前来要圣旨了。羽翼渐丰，学会护短了。来人，拟旨：敕封张贵芬为正六品六皇子父母，加一句：六皇子父母乃朕亲封，任何人不得质疑其身份。皇上亲自加的那句话，明摆着是护着那奶娘，谁再拿她的来历做文章，就是抗旨。好，张嬷嬷，接旨啊！我以为这死局只能靠我自己去填命，没想到那个我一手带大，以为还需要我保护的孩子，已经学会保护我了。寒儿，是你去求的？是。你不怕皇上问你为什么突然要敕封？怕，但比起怕，我更不想让你出事。奶娘，别怕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正六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替我筑了一道墙。谁再想拿我的来历做文章，就是抗旨。穿越过来吃不饱饭，挨板子，提心吊胆，在这一刻，全都值了。张父母，您喝茶。这点小事儿，哪用您亲自跑一趟？自从那道敕封旨意下来，日子松快了半年，苏家消停了。不是他们怕了我，是在等。皇上的底子已经亏空了，他在硬撑，撑到恒儿能在朝堂上彻底站稳脚跟。刚穿来的那个冬天，破院子四处漏风，我和3岁的恒儿裹着一床破被子，想的都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。现在屋子不漏风了，棉袄厚实了，连扫帚都比当年的好使了。奶娘，外头冷，别冻着了。你出来扫雪也不知道披一件衣裳。奶娘皮糙肉厚，不怕冷。那也不行，我来扫，你回屋歇着。你会扫吗？看你扫了这么多年，不会也看会了。奶娘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你小时候的事。刚来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谁想到现在都能帮奶娘扫雪了。奶娘，以后每年冬天的雪，我都帮你扫。好，那奶娘可就等着了。恒儿，扫完雪进来，喝碗热粥。好。太医院传了准话，脉象弱得快摸不到了，皇上这次熬不过去了。边关的精兵我已经安排妥当，随时可以拔营。京城里的禁军统领，有一半已经拿了我们苏家的银子。只要丧钟一响，我立刻封锁九门，拥立3皇子登基。太子是个软骨头，不足为虑。唯一不确定的是桂花院那个小畜生，皇上这半年来太偏心他了。不除掉就是后患。
在皇上驾崩之前，把桂花院清理干净，连同那个奶娘，一个活口都不要留。明白。我明早就出城调兵，城里的事交给我留下的死士。恒儿，你跟奶娘说实话，你父皇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太医院的人说不太好。今天下午我去请安，父皇拉着我的手，说了几句话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我叫了他好几声，他才醒。他醒了之后看着我，好像不记得我是谁。奶娘懂了，苏家那边是不是要动手了？你什么时候？前几天。奶娘，你别怕，如果苏家真敢动手，我不会坐以待毙。就算我打不过他们，至少我能挡在你前面。我不是3岁的小孩了。退烧了，脉象稳住了。朕病了几天？回皇上，整整5天了。5天，够了。陈公公，研墨，拟旨。皇上竟然醒了，还下了那种圣旨，13岁协理朝政，所有奏折先送6皇子过目。他这是在用最后一口气，把那个小畜生硬生生推到龙椅上。江南道放来急报，连降暴雨。左边是苏家门下的转运使写的，说灾情已控，问题不大。右边是当地知县冒死送来的密折，说堤坝未修，转运使扣留赈灾银。2份奏报必有一假。草民叩见6殿下。喝了再回话。我只问3句话：第一，你何时从江南动身？第二，你出发时水淹到哪里了？第三，你亲眼看到赈灾银被扣了吗？回殿下，草民出发时水已经淹过膝盖了，堤坝上只有几个民工拿沙袋堵，根本没加固。草民没亲眼看到银子被扣，但草民在转运使衙门外等回信时，听见里头的大人们在喝酒划拳。6殿下，1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不经地方官府直接送银，不合规矩。况且灾情是否如知县所言，还需派人核实。王大人觉得转运使的奏告可信？转运使乃朝廷命官，自然不会虚报。知县也是朝廷命官，2份奏报截然相反，王大人觉得哪份是假？下官的意思是，应当先派人去江南核实，等查清楚了再拨银。等核实清楚，下游10几个县的百姓还在水里泡着，到时候不是银子的问题，是几万条人命的问题。王大人，这个责任你来担，若是有去无回，我担着。我亲自批的手令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各位大人，还有意见吗？6皇子直接批了手令，用御书房直属官员押送，完全绕开了江南道的地方官府。10万两赈灾银不走地方官府，这意味着苏家的人1分油水也捞不到。一个13岁的孩子，第1道政令就精准地切断了苏家的财路，好得很。
送往江南，告诉那边的人，这10万两银子绝对不能活着到灾民手里。属下明白。先喝口热汤暖暖胃。听说你今天在御书房跟那些大人们顶牛了？不算顶牛，就是有人反对我不走地方官府拨银子，我回了几句。那你觉得你今天做对了吗？奶娘，我不确定那10万两能不能顺顺利利全部到灾民手里，但我确定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那些灾民1两银子也拿不到。做总比不做好。恒儿，你长大了。孩子敢做决定，敢担责，像个真正的掌权者了。但他今天动了苏家的钱袋子，苏家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那10万两银子的路上，怕是有一场血雨腥风。夜里偷袭，人数众多，押运的护卫没防住，7万两赈灾银被劫了。山东官道南北通衢，哪儿来的山匪敢劫赈灾银？手法干净利落，只拿银子不伤命，这是苏家干的。他们要在半路上截断灾民的活路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今天出事了，银子被劫了。奶娘，我知道是苏家干的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他们做得太干净了，找不到一点痕迹。恒儿，你看，这是户部拨银，这是押运上路，这是地方接收。银子是在路上被劫的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苏家能算得这么准？因为他们知道路线，知道押送时间。对，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一条线上。管钱的和管账的是同一拨人，只要这条线上有一个人是苏家的内鬼，这批银子就等于是送给他们的。奶娘说的对，但银子已经没了。是晚了，但下一批不会晚。下一次，不要只派1批人，分3批。走官道，走水路，走小路，3批人来自3个不同的衙门，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路线。到了地方，3方同时验银对账。奶娘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以前在老家听跑商的人说过，做大买卖的从来不把所有货放在一条船上。你细品品。六殿下，分3路押送，还要动用兵部和御书房直属侍卫，这押运的花费比1批走要多出2倍不止啊！王大人，上一批银子走一条路，被劫了7万两，多花一点押运费，跟白白损失7万两比起来，哪个划算？分3路走，就算有1路出了事，还有2路能到灾民手里。这次方案已定，不必在意。出了事，我负责。去吧。属下遵命。你今天给那个侍卫长的密信里写了什么？我让他到了地方之后，先放出银子到了的消息，但银车暂不入库。动手脚的人看到银子到了，肯定会慌，一慌就会露出马脚。只要他们动了，我们就能顺藤摸瓜。分3路，是谁教他的？殿下，江南道传来捷报，3批赈灾银已全部安全抵达。当地官员和百姓在府衙门前
同时开箱验银，一分不少。到了就好。对了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有些事情不做，不等于别人不知道。今日还有一事，以后凡是涉及钱粮调拨的政务，一律采取三方会审制度。管钱的不管账，管账的不管发放，发放的不管验收，三方各司其职，互相监督。每一笔账目必须三方签字才能生效。六殿下，这个法子好是好，但操作起来会不会太繁琐？每笔账都要三方签字，这繁琐一点，总比银子被人黑了强。六殿下，这个制度在大齐没有先例，若是贸然推行，以前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不能有。以前也没有13岁协理朝政的先例，现在不也有了？三方会审的折子已经发下去了。门客去山东的事，六皇子虽然没明说，但那句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，分明是已经查到了我们头上。这个孩子不能再留了。他这个三方会审的法子，朕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想不出来。六皇子像陛下，都是天生的。奶娘，你教我的那个方法，我用到政务上了。今天在御书房说这个制度的时候，苏太师的人一个都没敢反对。别得意太早，你今天赢了一场，他们明天就会想别的办法对付你。这宫里，永远不要觉得赢了就没事了。我知道。他今天高兴，不是因为出风头，是因为他终于建立了一个让苏家无法反驳的新规矩。他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苏家的手一点点剁掉。那个曾经需要我用命去护着的孩子，现在已经开始反过来保护我了。朕问你一件事：如果朕把江山交给你，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收拾烂摊子，让百姓先吃上饭。就这，父皇在位多年，大齐表面风光，底子已经空了。苏家把持朝政，贪墨成风，国库一年比一年空。儿臣说的收拾烂摊子，就是把苏家的势力从朝堂上清理出去，把蛀虫连根拔起。等收拾完了，才能谈百姓的好日子。你比朕强。朕年轻的时候也想过收拾烂摊子，但朕顾虑太多，怕动了根基。等你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朕还在想着怎么在兄弟中活下来。你比朕强。朕的旨意已经写好了，压在御书房的匣子里，等秋烈回来就选。父皇，不要说废话，把你扶上这个位置是朕做的最对的一件事。出
出去吧，朕累了。送一封密信到边境。是。 14年了，老夫小看了他们，但在他登基之前，必须除掉他。张嬷嬷，早朝上皇上当众宣布，秋烈之后重新立储，现在满朝文武都炸锅了。秋烈，皇家猎场人员混杂，苏家绝对不会让孩儿活着回到京城。秋烈就是他们最好的动手机会。恒儿，秋烈的事你听说了？ 苏家肯定会动手。奶娘，你在怕什么？秋烈，我知道，他们来就来吧，怕有什么用？该来的躲不掉。奶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你。 队伍里生面孔太多了，路边跪着的老百姓，随行的侍卫太监，谁知道哪个是苏家埋下的刀子？给我一把刀。奶娘，要小心。 奶娘，你还好吧？坐了一天的车，路上没异常吧？没有，路上人多眼杂，动手跑不掉。他们会等到猎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林子太密了，里面藏一支军队，外面都看不见。明天围猎，你跟紧我。我是去骑马打猎，你跟不上。那我就在你能看到我的地方。反正你别离开我的视线。好，我听你的。